这2天海天酱油的事闹得沸沸扬扬。其实早在10年前，李承鹏就写过一篇文章，谈到了这样的事情。现在我还是决定把这篇文章翻出来，让大家看到。李承鹏是2012年6月8日写的这篇文章，题目就叫《神农的后裔》。早上起床，用2甘醇牙膏刷牙，用浮参自来水洗脸，喝1杯黄曲霉素牛奶，吃1笼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包子，嚼2口苯甲鲜馒头，吞服2枚苏丹红耐酚咸鸭蛋。忽然意识到，自这些年食品问题不断曝光后，老子一直很烂的化学课无形中补好了。空气中有一坨一坨的感觉，让我对气体和固体的概念也产生一丝怀疑。当然，比起娇气的外国人，我们很坚强。相信用不了多久，大街上的3个人种就一目了然。戴防毒面具的是外国人，不戴面具的是中国人。坐在配置远大空气净化器的奥迪 A8 里横冲直撞的是官员。其实中国人已起到局部的光合作用，别国是树叶吸收二氧化碳，我们用肺叶去吸二氧化碳。我们还成为虫类的天敌，为地球物种演变做着无私贡献。刚刚在路上见一人被蝎子咬了一口，他没倒，蝎子却死了。我问你是谁？他说欧阳锋，你呢？我顺手把被我毒死还钉在腿上的5步蛇扒拉下来，低低地说欧阳雷锋。星星抱拳，各自飞奔而去。最近有家使馆在屋顶上安装了一个小盒子，天天公布我国空气指数。我也觉得其用心险恶，表面是在议论一下气体，其实是在议论正体。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，当然可以拥有独立主权的空气标准，我们还拥有自己的土壤标准、自来水标准、药品标准。按照历史学家雷伊的建议，下一步我国将把发烧的标准也上调到38度，低于这个的不叫发烧，不准吃药。这就叫中国特色。至于与之成反比的价格标准，那叫国际接轨。终于在一坨坨的感觉中游到了办公室，沏了一杯高档茶，熟练地把头倒水倒掉才喝。这是因为这些茶俗称绿茶，其实学术名称是金骏唑、勤务举止、塞秦酮。绿是因为上了孔雀绿色素，色泽亮是因为用工业石蜡炒过的。看，连老子都佩服自己的化学知识。打开电脑，看到一个叫王小山的家伙，因为揭露蒙牛里面含毒，被迫跑路了。居然跑到香港去，那里的空气你闻得惯吗？那里的水喝了不拉肚子吗？那里生滚个猪肝粥都不含买1送1的重金属，这不亏大发了。归来吧，游子，你在真相的路上走得太远。我突然想百度一下中国到底有多少头奶牛，截至2010年是1230万头。考虑到奶牛不执行计划生育，就算现在有1300万头吧。又百度到，一头奶牛蛋奶季和旺奶季平均下来每天最多可挤10公斤奶，但除去绝奶期只有250天可挤。也就是说，一头奶牛1年可挤2500公斤奶，全国1300万头1年可挤3250万吨，也就是325亿公斤奶。假设中国只有1/3的人群，也就是4.5亿人喝奶，每人每年可分到72公斤奶。但如果每个喝奶的人每天仅喝0.25公斤，一年将需求91.25公斤。91.25公斤，那其余的奶哪儿来的呢？我沉思着，瞬间觉得老子不仅化学好了，数学也无敌。脑子昏昏沉沉，恍然到了中午，没叫洋快餐。奇怪，为什么洋快餐到了中国就有问题？为避免地沟油的爆炒煎炸，我改叫了份蒜泥白肉。出于环保，又来了一根生黄瓜。在我吃的过程中，同事嘉许地看着我，有勇气。然后我就知道了，榴莲大蒜、蓝矾黄瓜这么牛逼的学名。下午无事可做，翻看今年高考的作文题。我觉得出题的一定是高人，全都是暗喻。你看，四川的手握一滴水，要是我写心握一滴水，心里全是泪。最近全国自来水大检查，50%以上都不合格。湖北的科技的利与弊，要是我写科技的弊，让我喝了牛奶后才8岁就长出胡须。科技的利，
让早熟的我提前学会了打飞机。广东，你想生活的时代，我只想生活在2个代，要么富二代，要么官二代，免得以后成为变种人一代。天津的材料作文，2条鱼在河里游泳，最有情节感。出题者给出很哲意的材料：2条鱼在河里游泳，老鱼问小鱼，河里的水质如何？小鱼说，我不知道水质是清澈还是浑浊。要是我写，会是这样的。老鱼挥手一耳光打过去，妈逼，这还用说？上游1家炼油厂，2家化工厂，我作为鱼类都长出手，而你作为鱼类都长出3只脚来了。你说这河水清澈还是浑浊？终于下班了，看着以时速0.08公里堵在路上的车辆，我觉得以中国人不断例证达尔文进化论的能力，下一步我们可能要长翅膀了。所以日本任命的食品安全担当大臣官阶居然高于国土防卫长官，这真可笑。打仗用得着无毒牛奶吗？打仗说不定用得着变种人部队。这时，那个在香港待不下去的家伙终于潜回大陆了。我心头一热，说就到那家新开张的名叫 How Do You Do 的火锅店吧。时尚的名字翻译成中文大家不会陌生，好毒有毒。我点了一盘甲醛白菜、拱蘑菇，他要了一份福尔马林牛百叶、2氧化硫金针菇，我不甘示弱，又加烤了一串溴酸钾小馒头。他瞪我一眼，加要了一份次硫酸氢钠甲醛粉条和12串刷了上等鲜肉精的牛板筋。在祖国，老子点的是蔬菜，吃的是染料，吃的是粉条，咀嚼的是塑料，烫的是金针菇，涮出来化学分子式，消化的是猪肉，吸收的是矿产，刺身的是鱼类，附带送了避孕药。总之，老子不仅增长了知识，还隐然有股当年神农尝百草的慨然气质。这一天，这一生，我们都是神农的后裔。